曾經，美國相信只要航空母艦駛入亞洲，飛彈部署到位，盟友就會安心，對手就會退讓。但今天真正改變亞洲實力版圖的，並不是誰擁有更多軍艦，而是誰能提供市場、資金、建設與發展機會。冷戰結束後，美國一度成為世界唯一的超級強權，也習慣把亞洲視為由自己主導的棋盤。然而，這個時代已經過去了。亞洲早已建立起自己的貿易、金融與區域合作網絡，中國也透過投資與經貿關係逐漸擴大影響力。美國仍是重要強國，卻不再是唯一能制定規則、決定方向的霸主。問題是，華盛頓似乎還沒有真正接受這個現實。面對中國崛起，美國首先想到的仍是軍事同盟、武器銷售、海軍部署與飛彈防禦。從奧巴馬的重返亞洲，到川普與拜登政府的印太戰略，名稱不斷改變，核心卻依然是以軍事力量維持優勢。但亞洲真正迫切的問題，並不是軍備競賽，而是經濟發展、貧富差距、債務壓力、勞工權益以及氣候變遷。如果美國要的只是亞洲各國提高軍費來向美國採購武器，卻無法提出有利於區域發展的經濟方案，亞洲國家自然會懷疑，美國所維護的究竟是亞洲的和平，還是自己的霸權地位？美國需要的不是一套打包自由貿易口號、經濟制裁與軍事圍堵的舊戰略，而是一套真正以和平為目標的經濟政策。它可以協助受疫情衝擊的國家減輕債務，提供優惠的市場准入，支持綠色能源轉型，也能推動合理工資、勞工保障與反貪腐改革。更重要的是，美國必須學會接受自身力量的界限。亞洲國家建立不由美國主導的區域組織，並不代表對美國的威脅。亞洲尋找自己的發展道路，也不等於選擇與美國為敵。以美國為主導的問題解決模式，由美國制定規則的世界秩序，恐怕已經一去不復返了。美國若想繼續在亞洲發揮影響力，就必須從維持霸權轉向創造和平，從展示武力轉向改善生活。因為一個不再由單一霸主支配的世界，最需要的不是新的軍事对抗，而是一種讓各國都能安全發展、平等共存的穩定秩序。